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徐凯新巨人设绝了，白天给老婆簪花，晚上拿剑指着她。长安城这座大唐最繁华的都市，白天是车水马龙的烟火人间，夜晚却成了妖影绰绰的诡谲之的。而在这光明与黑暗的交界处，一场关于爱情与立场的博弈正在上演。徐凯饰演的梅竹鱼与田曦薇饰演的武真，这对白天夫妻夜晚敌对的古代版史密斯夫妇，即将在腾讯视频掀起一场人妖恋的腥风血雨。徐凯此次饰演的梅竹鱼，堪称古装剧最分裂男主。白天他是刑部官吏，一袭青衫，眉目清冷，仿佛从画中走出的谪仙。夜晚他却是道法高深的长息宫天师，黑衣如墨，符咒翻飞，斩妖除魔时眼底的杀意令人胆寒。这种双重身份的撕裂感被徐凯演绎得淋漓尽致。预告片中，他白天为武真簪花时温柔的指尖，与夜晚持剑指向他时的颤抖，形成强烈对比，让人不禁感叹，这哪里是捉妖师，分明是拿错了剧本的美强惨男主。而田曦薇的转型更是堪称颠覆式突破，从清清日常的甜妹李薇，到紫夜归中白天纨绔风流，夜晚妖力全开的猫妖县主，他用眼神和肢体语言完成了从傻白甜到魅惑妖姬的蜕变。剧中他白天身着明艳唐装，男装是人时潇洒不羁，女装出场时又娇俏可人，夜晚则化身红衣猫妖，眼尾一抹妖纹，指尖利爪闪烁寒光。最令人惊艳的是他与徐凯的对手戏，白天是武真扑进梅竹鱼怀里撒娇，夜晚却是猫妖利爪刺破道袍。这种极致的反差感让粉丝直呼唐里带刀，刀尖甜蜜。紫夜归改编自浮华的小说《梅夫人宠夫日常》，原著以灵异志怪加先婚后爱的设定圈粉无数。影视化后，剧集保留了原著的核心设定，人妖共存的长安妖市，梅竹鱼与武真因撸猫日常生情的甜蜜桥段，以及两人身份对立后的虐恋纠葛。但更令人期待的是，导演吕浩及太子妃升职记导演如何用画面语言打造东方奇幻美学。从目前已曝光的物料来看，剧组在服化道上堪称良心。武真的猫妖造型，红衣修身，配饰灵动，既保留了唐代服饰的华美，又融入了猫妖的俏皮与飒爽。梅竹鱼的天师服，黑色为主调，暗纹精致，配上他冷峻的面容，仿佛从《山海经》中走出的捉妖师。而长安妖市的场景更是充满奇幻色彩，奇异建筑鳞次栉比，妖光闪烁如梦似幻，让人一秒穿越到人鬼情未了的东方奇幻世界。对于徐凯而言，梅竹鱼这个角色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从《延禧攻略》的深情男配富察傅恒，到招摇的霸道魔王厉晨兰，他始终在深情男主的赛道上打转。而此次饰演梅竹鱼，他不仅要演绎角色道法高深却情深难抑的复杂性，更要通过细微的表情和动作，展现角色在捉妖师与爱人之间的挣扎。预告片中，他面对武真时眼底一闪而过的痛苦，以及斩妖时决绝的背影，都让人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成长。而田曦薇的转型则更像是破茧成蝶。过去，他凭借甜美的外形和活泼的性格，在《卿卿日常》《田耕记》等剧中圈粉无数，但也因此被贴上了傻白甜的标签。此次饰演武真，他不仅要挑战猫妖这一需要大量肢体表演的角色，
更要通过眼神细展，现角色白天纨绔、夜晚深沉的双面性。从目前曝光的片段来看，他成功了。白天，他是那个会因为梅竹雨一句玩笑话而追着他打闹的县主；夜晚，他却是能用妖力操控全场、眼神冷冽的猫公。这种反差感让人不得不感叹：田曦薇，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？紫夜归的剧情堪称高能不断，主线围绕长安城连环失踪案展开，背后却牵扯出权贵与妖界的阴谋。梅竹雨作为捉妖师，肩负着守护人间太平的使命；武真作为猫公，则要维护妖界的秩序。当两人发现真相竟与彼此的身份息息相关时，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：是坚守立场，还是为爱妥协？这种爱情与责任的博弈，让剧集的格局远超普通古装甜宠剧。它不仅探讨了人妖殊途是否注定悲剧的命题，更通过梅竹雨与武真的抉择，展现了真爱是否需要妥协的深层思考。预告片中，梅竹雨一句"我愿为你背弃天道"，武真一句"可我是妖，你是捉妖师"，道尽了这场爱情的无奈与悲壮。提到身份对立的夫妻，不得不提2005年的经典电影《史密斯夫妇》。布拉德·皮特与安吉丽娜·朱莉饰演的杀手夫妻，表面是恩爱夫妻，实则各为其主，最终发现彼此是对手的设定，与紫夜归异曲同工。但相比之下，紫夜归的古装奇幻设定，无疑为故事增添了更多可能性。视觉冲击：长安妖市的奇幻场景，猫妖的利爪与捉妖师的符咒，比现代枪战更具东方美学。情感深度：梅竹雨与武真的人妖恋，比现代杀手的利益结合更具悲剧色彩。主题升华：剧集通过守护长安的使命，将个人情感与家国责任相结合，格局远超单纯相爱相杀。当猫妖的利爪刺破道袍，当捉妖师的符咒贴上眉心，梅竹雨与武真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写满了谎言。但正是这些谎言，让他们看清了彼此的真心；正是这些对立，让他们学会了为爱妥协。长安城的月亮见证过太多悲欢离合，但这一次，他们选择为彼此赌上性命，因为爱从来都是黑暗中最倔强的光。